今天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如果您现在还看不懂为何通膨和利率问题成为黄金下跌的主要原因，那您辛苦累积的资产可能就危险了。近期麦格里发布最新报告指出，当前全球市场的所有目光全部都聚焦在通膨的走势，以及联准会是否会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以压制高涨的通膨。这两个就是目前压制黄金价格的关键原因。随着中东地区的冲突趋于缓和，加上联准会的政策立场越来越鹰派，黄金过去几年长期仰赖的避险吸引力正在大幅度的消退。目前市场已经充分定价今年第四季联准会将会升息的情境，以及美元将会持续走强的预期，这些多重因素的结合共同导致金价的持续回荡。根据芝加哥商业交易所 FedWatch 数据显示，当前市场资金已经压住联准会最早将在今年9月份超过一半的几率会启动升息。而且受到伊朗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影响，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也已经宣布升息。这意味全球正在掀起一轮集体的货币紧缩趋势。麦格里在报告中特别提到联准会的新任主席华许，他在主持首次 FOMC 会议时就是放出强烈的鹰派信号。市场普遍认为，联准会的政策既有可能进一步拖累金价下行，但也有望在未来某个时间点为黄金带来转机。不过就短期而言，中东地缘冲突的后续影响预计将拖累全球经济增长一直到第三季。等到之后全球经济开始回暖，全球央行再度开启货币宽松政策周期时，资金反而会持续从贵金属市场流出，导致金价可能延续下行趋势。这背后的逻辑其实非常直白，当经济好转，利息居高不下的时候，把钱放在银行有利息拿，放在股市有股利收，而黄金作为一种不产生利息的资产，持有的机会成本就会变得非常高。这也解释为何当前大量的投资者纷纷选择暂时退场观望，并将大笔资金转向股市。这重通膨压力与利息走高的双重夹击正在持续压制黄金价格。麦格里对未来的预测较为悲观，他们预测2026年现货黄金的全年均价虽然可能因为年初的基期效应维持4641美元，同比上涨 35%， 但是到2027年金价将会面临大幅下跌，跌幅预计达 9.5%， 价格会回落到4200美元，并且在2027年至2030年期间，金价将呈现连年走弱的态势。基于这重结构性的转变，麦格里已经将年末现货黄金的目标价从之前的4400美元下调至4300美元。这重目标价的下调，代表机构对黄金短期内重返高点的信心已经明显动摇。这时候，很多持有黄金的投资人可能会感到无比的焦虑和恐慌。看着金价从高点一路下滑，跌幅甚至达到了约 24%， 大家心里都在打鼓，不知道是不是该在这个时候忍痛割肉。然而市场往往不是单一线性的，尽管现在面临多重利空因素压制，黄金在整体的资产配置中依然具备不可替代的价值。事实上，全球的通膨问题其实并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这也是为何联准会还会继续坚持升息的原因。虽然目前美元的强势给金价带来不小的压力，但金融市场的风向终究会迎来逆转的一天，黄金迟早会再度重回资金青睐的赛道。
虽然黄金短期之内确实不容易再度开启新一轮的大涨行情，但不要忘记，全球央行依然在持续增持黄金储备，以进行去美元化的战略布局。因此，黄金依旧具备投资机会。这不是空穴来风。根据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的央行黄金储备年度调研报告显示，各国央行在经历这一轮市场动荡后，依旧将黄金视作对冲通膨、防范地缘政治风险的核心避险资产。在所有受访的央行当中，有高达 90% 的央行明确预计，未来一年全球央行的黄金储备规模将会继续增加，显示央行在市场上持续买进黄金的力道，实际上为黄金提供一个相对坚实的长期底部支撑。不过，我们在看到长期支撑的同时，也必须正视短期的技术面与资金面的压力。近期多家华尔街投行纷纷下调黄金目标价，尤其当金价跌破$4000的关键防线之后，目前依然面临抛售压力。因为现在黄金的走势已经再度与实际收益率进行深度的绑定。什么是实际收益率？简单来说，就是名目利率扣除通膨预期后的真实利率。即便黄金中长期的基本面逻辑依旧看好，但联准会近期释放的强烈鹰派表态，导致实际利率持续走高。这意味短期内在资产配置中盲目加码黄金是需要保持高度谨慎的。只有当未来的实际收益率开始出现回落，黄金 ETF 的赎回潮开始放缓，或是联准会收紧政策的预期出现实质性的降温时，黄金的反弹行情很可能才会重新启动。否则，任何一次小幅度的反弹都很有可能成为多头资金落袋未安抛售的卖点。面对这样错综复杂的市场局势，究竟该如何看待黄金的未来？股神巴菲特常提醒我们，在别人贪婪时恐惧，在别人恐惧时贪婪。在2025年黄金暴涨的时候，整个市场被贪婪的情绪所吞噬，每个人都在不计成本地抢购黄金，这时候其实就是最危险的时刻。而现在，当金价失守$4000，媒体开始铺天盖地报道，各大投行纷纷下调黄金目标价，市场的恐慌情绪开始蔓延。这时候，我们反而不应该跟着市场盲目恐慌，而是应该冷静下来，去仔细审视黄金在我们自身资产配置中的真实定位。黄金从来就不是一个能让您一夜暴富的投机工具，它真正的价值在于当金融货币体系面临贬值，当全球通膨结构性走高，当政治局势动荡不安时，为您的财富提供的最后一层保险。各国央行之所以在黄金大跌时依然扩大买进，他们看的是黄金长期战略的对冲价值，而不是短期的价格波动。这里举俄罗斯为例，过去俄罗斯曾是全球黄金市场的主力买家，为何如今却转变为最大的黄金卖方之一？事实上，俄乌战争已持续4年多，导致俄罗斯国内经济遭重衰退。今年第一季的 GDP 萎缩 0.3%，这是3年来首度出现负成长。在资金成本居高不下，财政压力沉重，加上经济衰退与财政赤字的打击下，外界普遍对俄罗斯的经济前景感到悲观。当一个国家被踢出国际结算系统 SWIFT，300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被冻结时，剩下什么资产
才能真正拯救国家的经济命脉？答案唯有黄金。俄罗斯在预算严重匮乏、财政赤字持续扩大的紧要关头，为了维持国家经济运作，填补财政缺口，并稳定卢布汇率，只能选择大量抛售国家储备的黄金来变现。与此同时，俄罗斯央行同步采取相应的对冲措施，利用变卖黄金换来的流动资金，来减缓政府财政操作对卢布以及整体金融体系带来的冲击。这意味俄罗斯大举出脱黄金，完全是受到国内迫切的政策需求以及财政危机局势所逼，是为了解决流动性问题来救急，而不是因为看空黄金的长期投资价值而抛售。然而，俄罗斯这次变卖黄金的举动，再次彰显黄金无可取代的战略地位。黄金不仅能在平时对抗通膨，达到资产保值与增值的效果，更能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面临重大经济危机时，提供最具韧性的流动性价值。当一个国家的法定货币遭到全球抵制，海外资产被全面冻结时，只有黄金是少数能获得国际认可的资产。因此，俄罗斯透过变卖黄金来寻求生路的这个举动，反而让全球其他国家的央行看清现实，进而更加速且扩大购买黄金，以充实自身的安全储备。因此，对于我们普通投资人而言，如果您持有的黄金是为了短线炒作，想要赚取暴利，在当前联准会维持鹰派的前提之下，可能需要承受巨大的痛苦，并且要留意实际收益率走高带来的回档风险。但如果您只把黄金当作资产配置的一部分，用来平衡股市风险，对冲长期通膨，那这次金价跌破$4000，或许正是一个让我们重新检视成本，同时分批布局的绝佳时机。不要被短期的市场杂音干扰，看清宏观经济的底层逻辑，才能在财富的马拉松赛道中跑到最后。如果您希望掌握黄金最新资讯，欢迎订阅本频道，我们将持续为您追踪财经资讯。您每一次观看所投入的时间，都将在未来转化为更清晰的判断以及更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的专注聆听，我们下期再见。祝各位投资顺利，拥有平静且充满智慧的一天。